这个男人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被淹了，他赶紧到甲板查看，原来船身被撞出一个大口子，再不及时处理，只怕会葬身海底。男人想办法推开集装箱，接着调整方向，让缺口浮出水面。不幸的是，帆船的动力系统被水泡坏了，无法启动。男人从水中抱出一个箱子，自制了一小桶浆糊。白天的时候补缺口，靠罐头补充能量；夜晚睡在水面上的吊床，连续补了几天，总算把缺口完全补上。再用水泵把船舱里的水抽出去，用拖把清洁船舱，总算有惊无险地保住了帆船。男人取出帆船的电机，接上了船舶电台，不停地向岸台发送求救信号。This is the Virginia Gene with an SOS call. Over. 但始终无人应答，男人感到无能为力，只能尽量保持每天的正常生活。他会开火煮饭，再小酌几杯，晚上睡前甚至会开灯看书。又过了一天，男人爬上桅杆去修理天线，看见远方有风暴即将来袭，他立刻把甲板上的东西丢进船舱，找出救生衣穿上。等到风暴来临时，他在甲板上掌舵，保持船只平衡。可是一个巨浪打来，直接把他拍进了海里。男人挣扎着回到船上，吓得赶紧躲进了船舱。此时外面依旧是狂风暴雨，男人本想躺在沙发上休息片刻，突然感觉到天旋地转，他站都站不稳，看了一眼窗外，全是海水，这压迫感简直了。船只在海面上剧烈晃动，男人挣扎着站起来，爬到甲板上，结果又是一个巨浪打来，这回直接把船都掀翻了。男人从水下奋力向上游，托举着把船翻过来。此时桅杆已经被折断了，他只好割断绳索，无奈地看着桅杆沉入海底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不久前刚补好的缺口，如今又被暴雨冲烂，雨水和海水都在往船舱里猛灌。男人实在是体力不支，竟然晕倒了。等到他再次醒来，船舱又被淹了，水已经涨到膝盖那么高。男人只能带着救生筏来到甲板，他展开救生筏，用绳子把一头固定在船上，然后丢进海里。充气救生筏自动展开了。此时暴雨还在下，男人弃船跳上了救生筏，他把救生筏的罩子合上，再拉上拉链，暂时把自己封闭起来。等到第二天天亮，男人打开拉链，雨已经停了。他通过绳索慢慢把自己拉进到船边。男人上船查看，发现所有东西都泡在水里。他进入船舱，带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，还在船舱里处理了额头的伤口。最后，他回到救生筏上，剪断了绳索，静静地看着爱船缓缓沉入海底。这个男人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，他一个人驾船出海，船被撞出一个大口子，还遭遇了暴风雨，直接把船给掀翻了。现在男人眼睁睁看着爱船沉没，而自己却只能待在救生筏上。男人打开一个密封的盒子，里面装着可以辨别方位的望远镜。他每天靠着罐头和压缩饼干补充能量，通过观测太阳的方位，不断计算自己所处的位置，然后在地图上标注。只是祸不单行，救生筏底部被海水中的鱼类和垃圾割开了小口子，海水不断渗进救生筏里面。男人用杯子和毛巾把水一点点排出去。等到了晚上，观测不到太阳，男人就合上拉链，打算在救生筏内睡个好觉。可是非常不幸，当天晚上他又一次遭遇了暴风雨。他用力抓紧救生筏，却也于事无补。救生筏被风吹变形了，海水完全渗到了里面。再这样下去，绝对会被淹死。男人只好打开拉链游了出去，然后奋力爬到救生筏的上面。他蜷缩在那里，紧紧用手捂住耳朵，只希望这煎熬的一夜赶快过去。等到第二天天亮，暴风雨已经过去了。男人想用充气泵给救生筏再充点气，发现充气口已经裂开了。他只好继续用杯子排水，然后脱下湿漉漉的衣服，接着观测自己的定位。等到吃东西的时候，男人觉得压缩饼干实在太干，就从桶里倒出一杯水，只喝一口便吐了出来。他不敢相信，于是又倒了一杯，还是难以下咽。之前囤的淡水没了，桶里灌满了咸涩的海水。这下男人真的崩溃了。在海上这么多天，他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，大喊了一句不过男人没有颓废太久，他看到救生筏上的水蒸气，立刻有了想法。他用刀把桶割开，装入一点海水，套上透明塑料袋，再把杯子放在桶的中央，用重物把塑料袋往中间压下去，一个简易的蒸馏装置就做好了。不久后，蒸发的水汽滴落在杯子内，男人总算得到了一杯饮用水。他小抿了一口，先含在嘴里，再咽下去。此时救生筏上的食物也吃完了，男人制作了简易的钓鱼装置，没想到还真钓到了。可拉上来一看就吓傻了，竟然钓到了小鲨鱼。如今只有水没有食物，他还能撑多久呢？茫茫大海中，一个人仅靠一只救生筏，你猜他能存活几天呢？来看看这个男人的操作，没水喝就自制蒸馏设备，用刀把桶割开，装入一点海水，再套上透明塑料袋，让水蒸气滴落到杯子里。
吃的也没了，就自己制作简易的钓鱼装置，没想到还真钓到了。可拉上来一看，傻眼了，竟然钓到了小鲨鱼。白天通过观测太阳的方位，不断计算自己所处的位置，然后在地图上标注。尽管一无所有，但男人始终没有丧失求生意志。可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没有食物补充能量，男人撑不了多久，漂流到海岸线也不太现实，活命的唯一办法就是等待路过的船只营救。有一天，男人总算看见了曙光，前方驶来一艘货轮，男人激动地掏出求救照明棒，等到货轮越来越近，他点燃了照明棒，不断地挥舞着，大喊 Help！ 可是很遗憾，货轮渐渐驶远了，并没有人发现他。男人沮丧地丢掉照明棒，目送着货轮消失在天际。男人继续等待。有一天深夜，他被吵醒了，抬头一看，又有一艘游轮正从正面驶过。他连续往空中发射了2枚信号弹，想要继续发射的时候，才发现已经用光了。和上次一样，游轮没有发现他，继续往前驶去。又过去了几天，男人只能靠喝水为生，他已经累得没力气站起来了，只能整天躺在救生筏里，等待着奇迹的出现。直到他心生绝望，拿出纸笔写下了一封遗书，再装进玻璃罐，把它抛向大海。又是一天深夜，男人再次被吵醒。没错，又有一艘游轮驶来，但是已经没有求救照明棒和信号弹了。于是男人决定放手一搏，要么得救，要么葬身海底。他把本子一页页撕下，全部丢进水桶里，然后用火柴点燃。火焰还不够旺，他就继续加纸。眼看着游轮的灯光逐渐逼近，男人试着挥了挥手，然后就放弃了。这么黑，根本不会有人看见。他直接把本子都丢进火里，火越烧越旺，直到点燃了整个救生筏。男人不得不跳进海里，这是他最后的希望。这团火苗就是他最后的求救信号。男人在水面漂浮着，渐渐感到体力不支，他的眼皮变得沉重，然后沉了下去。在下沉的过程中，男人盯着海面的火焰，突然他发现多出了一个光源，一道手电筒的光穿过水面，照在了他的脸上。他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上游去，直到有一只手抓住了他。终于，孤身一人在海上漂流了8天之后，他得救。